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聊期权。上期影片我们讲了一个低成本对冲风险的策略——衣领策略。相信这几天的行情，如果用了这个策略，应该能比较不错的回避损失。那上期影片结束的时候呢，顺带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几乎可以零成本对冲的3条腿的期权策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花些时间把这个策略回顾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一起看一下这个策略到底能不能零成本对冲风险。好的，先来看一下我们上次说的这个策略。简单说，就是在衣领策略的基础上，再加上一个 sell put， 并且行权价设置的稍低一些。如果对衣领策略不是很理解的，可以去看上期影片的后半部分。也就是我们手里要有100股正股，然后呢，第一条腿我们卖一个 covered call， 第二条腿呢，我们买一个 put， 第三条腿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卖掉一个 put。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实现接近零成本的对冲。第一条腿我们收取了权利金，第二条腿呢我们花费了权利金，第三条腿呢我们同样收取了权利金。Covered call 收取的权利金加上 sell put 的权利金，基本上可以完全抵消掉第二条腿 buy put 的权利金。我们来看个实际例子啊，我们还拿谷歌来说。今天是7月24号，收盘价谷歌是174块3毛7。假设我们手里有100股谷歌，那么我们先做第一条腿，卖一个8月23号到期的行权价是180块钱的看涨期权。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卖到337块钱。那今天我们演示呢，都用这个理论价格来给大家展示啊。那因为软件展示的价格往往会有一些溢价，都不是特别的精准，所以说我们今天都用这个理论价格来给大家展示。那第二条腿呢，我们需要买一个看跌期权，买一个 put。那我们买一个175块钱的行权价的一个 put。那理论价格呢，我们看8月23号到期，它的一个价格是391块钱。那第三条腿呢，我们需要卖掉一个 put。我们卖掉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一个行权价。那比如说我们设定行权价是155，那我们看一下啊。如果谷歌股价从174跌到了155，那还要下跌将近20块钱。那如果说下跌到155，那意味着一个月内，谷歌的股价要暴跌12%左右。所以我认为这个价格是不太可能达到的。所以呢，卖掉这张期权，我们就可以收到，我们看一下是54块钱。那这样呢，3条腿就组合完成了。那目前这个组合呢，我们可以做到100%对冲股价的一个下跌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。第一条腿卖 covered call 收入了337块钱。第二条腿呢，买 put 花费了391块钱。第三条腿呢，卖 put 收入了54块钱。那也就是说337减去391再加上54刚好等于0。这个真是蛮巧的啊，刚好1分钱没花，做了这个对冲策略。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设置的行权价以及隐含波动率等等的一个不同，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多少花费一些成本，但是呢，这个成本真的是可以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看这个方案的损益情况。如果到期后股价大涨，涨超了 covered call 行权价180块钱，那这时候我们会被行权。因为这个对冲方案我们本来也1分钱没花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收益就是当下股价到行权价的差，也就是180块钱减去174块3毛7，我们一共是赚了563块钱。那如果股价横盘不涨不跌，或者上涨没有涨过这个180块钱行权价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也没有任何损失，因为我们的策略本身就是没有花钱的，所以说股价横盘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成本，没有任何损失的。如果股价下跌，我们的第二条腿买的这个 put 都会给我们兜底，低于180块钱的所有的价格，这张 put 照单全收，等于我们一点损失也没有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还加了个第三条腿，卖了一个 put， 行权价是155，那这个时候呢会有个例外。如果股价暴跌至155以下，我们的第三条腿将会被行权，也就是我们要以行权价格155的价格接手100股股票。所以呢，为了这个风险不发生，我们在选择第三条腿卖 put 的同时，一定要仔细斟酌好行权价。但是如果万一还是发生了，大家呢可以去
参考我这期影片，可以用期权轮策略来弥补损失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上期遗留下来的一个作业。那这个策略呢，也有一个这个专有的名字，叫海鸥策略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海鸥策略的损益情况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补几个期权上的专用词汇。因为关注这个频道的很多朋友都是完全零基础的这个初学者，所以呢，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，在介绍4种基本策略的时候，我往往都是很直接的跟大家去说，比如说买入看涨期权，或者会说买 call 卖 call， 买 put 卖 put。其实呢，这4种策略每一个都有相应的一个英文的表达。那比如说买入看涨期权，我们可以叫 long call。那卖出看涨期权呢，我们就叫 short call。那买入看跌期权呢，我们叫 long put。卖出看跌期权呢，我们叫 short put。所以呢，后面我们再说到 long call 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再以为是时间较长的 call 了啊，可以直接这么理解， long 就是买入的意思， short 就是卖出的意思，和这个期权的长短没有任何关系。那这个理解了以后，我们后面的影片里面可以直接用这些词汇来简单的表达了就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觉得影片对大家哪怕有一点点的帮助，还请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。老王愿和大家一起成长进步。